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先邀请观众朋友们先帮我们的节目点赞。如果呢希望跟我们互动一样的，我们留言区来留言，写下你可以告诉我说思敏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来亲自做回复，并且如果看到热推荐，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看到热推这2个字可以按下热推，有助于我们的影片在国际的能见度。那么今天的节目的大主题，我们会来聊美伊战事，川普签字止血了。协议呢，现在美伊双方是各说各话。不过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伊朗越打越强哦，飞弹的部分回血了75%，浓缩铀它还把它封得死死的。美军真的敢再开战吗？今天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注。首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有关于美伊战事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起来看，也请我们的来宾来特别就这些议题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川普说他要停火，急着签 MOU， 但是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个现实哦，伊朗的飞弹库存现在回到了战前的75%之外，还疑似获得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军武库的补血。这一场战争，美国真的打得动吗？还是已经被迫承认打不赢伊朗了？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伊朗一边他宣称他已经突破封锁了，包括看到了5艘的船是直接突破了荷姆兹海峡，一边他又把他的核地下设施的通道给炸掉，并且在这边埋下了地雷，以防美军在这边夺铀。这是在谈和平吗？还是直接在宣布敢进来，谁就会对他来做开战呢？第三件事情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 MOU 上面也特别讲到说，这个是美方的说法，他说伊朗说他未来不会永和，而且海峡会免费的通行，战后还会呢重建。美方这边有一个数字说会给他3000亿美元，但是呢这些消息都遭到否认，至今美伊仍然是谈不拢，会不会因此引爆下一场更大轮的战争呢？并且双方是不是又在为下一场战争来做准备？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美伊的战事打到现在已经将近是4个月的时间了，终于啊，马上的在几天后19号就会来签这个 MOU， 这是来自于川普单方面的说法。他说这个会在19号这一天来正式签署这个叫谅解备忘录。他当中特别提到了呢，当初他喊的就是说要摧毁伊朗，他要打垮革命卫队，终结核威胁。但是我们来做一个统整，到现在4个月了，我们看到政权没有被打倒就算了，革命卫队现在呢变得更加的这个更有气势，并且我们看到浓缩铀也没有拿到，并且呢，伊朗持续的恢复它在军工的生产哦。更打脸的是，现在呢，伊朗又祭出了新的3招。首先，伊朗的官媒立刻宣布，3艘油轮、2艘货轮成功突破了美军的封锁，成功的通行过去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来自于西方媒体的说法，伊朗的库存已经恢复到了，这个是飞弹的库存，战前的75%。甚至可能已经获得了来自于俄罗斯的最新生产武器的补充哦。最后是美国最在意的有关于浓缩铀的问题。CNN 报道最新消息，伊朗近期是直接炸毁了浓缩铀附近的地下通道，并且在这周边布设了各式的地雷，告诉美国说，你如果敢来的话，你就会遭受到这些地雷的引爆哦。再来，我们来看到了川普总统最新的说法，他抛出的条件是，中东国家如果需要美国的保护的话，需要缴交20%的区域收益给华府。但是这些波湾国家，他们不就是因为美伊战事的波及，因此被攻击的吗？他们还要缴保护费吗？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请教介大使怎么看？川普一边呢谈着说他要和平，另外一边又说不排除可能再开战，如果这个谈不拢的话，这是典型的极限施压的战术吗？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边是伊朗快速的补血当中，美军弹药吃紧的状况之下，还打得起第2回合吗？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就这个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有关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里面啊，已经看出来美国已经输了。美国只得到2个承诺，第一个，荷姆兹海峡开放。那个很多人就说，荷姆斯海峡本来就开放嘛，你打了以后才关闭啦。对，现在人家伊朗说我在开放，这算美国胜利吗？第二个呢，
美国现在没有提那个什么哈，就是浓缩铀摆在哪里？伊朗不是说我浓缩铀就藏在地下，我里面都搞了很多地雷，你不想进来。美国本来说那就浓缩铀交出来，然后呢送到俄罗斯，后来就说送到中国大陆去，把它怎么样风度给它给它减低，搞到最后现在浓缩铀就不说了。川普说伊朗承诺说不发展核武，伊朗从来没有说要发展核武。从这场战争打到从头到尾，人家伊朗都说我没有发展核武。那美国说关键你把浓缩铀弄出来，现在浓缩铀没有了，所以美国就得了这2样，然后其他都是什么？全面停火，包括哪里？包括黎巴嫩你也给我停火，那不就是把以色列从餐桌上直接放到菜单上去了？对不对？以色列就关心黎巴嫩的，结果呢，现在美国帮以色列决定说，黎巴嫩停火，以色列不要打了。所以说，川普用 F 字的字来骂内塔尼亚胡，我跟你讲，内塔尼亚胡还有大部分以色列国民大也在用 F 字在骂川普可是问题就美国就这样把以色列给卖了。第二个呢，3000亿美元的这个所谓的重建基金，你以为美国会出吗？美国有承诺，那都海湾国家要出的，对不对？海湾国家一定会出啦。我跟你讲，3000亿美金是要给定了。然后这个阿联酋马上解冻封锁的这个伊朗的资金啊，然后其他原来以前说什么伊朗要放弃导弹能力啊，伊朗的这个军火啊什么这些工业要开放啊什么一大堆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川普昨天还在讲说我们这个条约可能不公开，那不晓得了。不管怎么样，从目前得到的讯息，都认为美国怎么样？这场战争战场上没打赢，谈判桌上也没打赢，两者皆输。所以大家就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全新的伊朗已经出现了，这场战争是浴火凤凰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新伊朗。另外还有一个新中东，中东也没有了，川普还说要收%区域费，这些国家不把你美国赶出去，就已经很偷笑了，对，所以现在这个新的中东也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观察局面。不过川普反正求仁得仁嘛，对不对？最后呢，朋友也得罪光了，然后呢，战争也没打赢，那只得到一点，就是他的诺言实现了。我要生日那天，我要怎么样宣布我的最高的理想是世界和平。对，这一场战事打到现在总共是4个月的时间，大家也在看说，确实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伊朗3.0正式的到来，也就是现在是这个伊朗是由革命卫队这种强硬派的革命卫队所领军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确实伊朗最近的攻势也蛮大的，除了打了这个在美军的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之外，现在呢，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还打下了包括 F-35、F-15跟 F-16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军还讨得到便宜吗？那刚刚这个大使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有关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费，波湾国家要给伊朗的部分，他们真的愿意给吗？那干哥又怎么看？我觉得如果说这一张 MOU 只有1页半的话那真的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之下，就卡利巴夫来，我们就视讯，然后就从开始念1到第14项开始念，同意没问题，赶鸭子上架，赶快签了吧。为什么？我川普没有空，真的没有空。他现在没有那个美国时间，真的是美国时间，他真的没有时间再花心思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他急于达成止血，他一定要止血。这件事情对于他的政治生涯，对于美国现在的政情，以及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都必须叫你要止血了。如果你再不停下来的话，会对你自己本身的政治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必须要停了。当然，他没有得到浓缩铀的保证，也就是说，伊朗绝对不再发展，或者能够在国际能源、核子能总署的监督之下完成我们希望的和平用途，这些可能都达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先摆在一边。为什么？因为我急于达成有限度的条件的和平跟停火。为什么？
真的打不下去了。对，我们标题上面就讲打不下去了吗？真的打不下去。为什么打不下去？我今天坦白讲，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提到很多为什么打不下去的原因给大家了解。因为你现在如果要让美国再进行大规模的监控，其实是做不到的，舰队本身做不到，然后呢后勤也跟不上，那要花很多钱。其实据我们初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伊朗身上大概已经花了1000亿美金了，1000亿以上啊，那算是所有最接近的近代这几次战争里面算最少的。为什么？因为只打了4个月而已。但如果再打下去的话，恐怕那个价钱就会逐步高升。你现在要怎么样面对自己在美国国内的油价的平抑？北海布伦特原油不能在100元每桶的那个盘旋，不能再在那个地方盘旋。为什么？那就直接影响到物价。川普一定要想这件事情，说我就要期中选举了，那这件事情我有多少时间可以消化？通货膨胀它有几个时间，有多少时间可以让它平稳下来，让共和党能够到的那个时候得到一些最基本的优势，就说我川普可以拿来说话的，我可以拿来说嘴的，我可以拿来就我可以很臭屁的跟大家讲说，都是因为我川普，所以你就必须，这个不是说明天你就可以掉下来，你要至少要2-3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的缓步下来。国内的经济有一些起步，有一些改善的话，对于你的选举当然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能再拖下去了。我总认为说，停火是好事，然后呢，他可以得到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基本上国内老百姓所看到的，虽然说参众两院都认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协议啊，我们根本看不到内容啊。你就说停火就停火了，协议就达成了，可是我们根本没看到内容是什么，不能这样对国会负责的。老百姓也要看一下，对不对？你就说结束就结束了，那有一天再打起来。赫格塞斯第一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第一个他就讲说，我很怀疑啊，我很担心啊，对不对？当然这个也是外交辞令啊，可是说句实在话，对于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而言，赫格塞斯讲的是实话。到底你的和平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会不会有一天突然伊朗跟以色列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川普你的立场又变成了什么？对不对？那个是要带美国一起再打重新再打一遍的哦。你有没有想好你要怎么做？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想好。不过我们现在就是也把重点来看到是说，那接下来在19号几天之后的这个会签的川普说会签的这个美伊双方的 MOU， 到底是签真的还是假的呢？因为其实现在美伊双方还卡在几个重点问题上面，不管是浓缩铀的问题，或者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还有这个3000亿美元是不是要给伊朗的这个费用，现在全部呢可以说是美伊双方各说各话。先来看第一个议题，就是浓缩铀，美方说伊朗已经同意了永远不永和，但是伊朗说只是有限让步哦。美方说这个荷姆斯海峡接下来会免费完全的开放，伊朗说呢确实会开放，但是只有60天的我们的技术谈判期间之内，在这个之后还是会收服务费。至于刚刚我们提到3000亿美元是不是会给伊朗的这一个重建费，川普已经否认了，他说没有这件事情，还说这都是民主党自己制造的假新闻。现在看起来双方各说各话，MOU 真的签得成吗？那尚志哥怎么看？首先，这次不是一个协议，正规的协议。众所皆知，所谓的 MOU 其实应该说意向书哈。意向书没有法律的约定，它只表达了一个意向，而且它的全名叫做停火谅解备忘录或意向书。还有个谅解在这里头，就又有原来这个比较，大家就是态度上有一个大家我知道你的态度，你知道我的态度。其实像我过去在商业上当中，我们看过很多的这种 MOU， 有时候 MOU 是这样子，是我表达我的态度，你表达你的态度，可我们态度不一样，我们还是可以签的哦。但我觉得这次之所以能够签下来，其实无论是怎么说，我认为对于整件事情，对于川普跟美国来说，最重要是美国国内的因素。是都知道，首先第一个是他的民调已经已经在30%边缘哈。
你破这个30%，之后明天要掰到20%几，这还是很吓人的。除此之外，是现在前期其中选举当中的一些州他们的部分的选举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的部分开始很多，包括很多的原先共和党本身支持的州都最后翻盘。我认为在这一波当中来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可以被精算、可以被推估的。再这样下去，你不要说是跟在这里头美国有多少这些意气之争当中占了川普有多少面子，跟他有多少下台阶。重要的是，你共和党执政的这个最根本，就是现在在美伊战争作为核心因素，通膨啊，其他的经济发展的这些都是周边的。而这个东西让人觉得是一个义气，就是一个选民当中的一个 kimochi 的，变得那么核心跟那么浓、那么重的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先有一个化解的结果。所以我们讲说，这次 MOU 之后距离要签协议还有60天。那这60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第一个我刚刚讲，除了这次是国内因素，美国国内因素，另外我们来仔细看这里头有所有的东西，让大家很难忘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钱。要知道，这次特别是能够对于先前伊朗被其实制裁跟冻结的这个几百亿的钱，竟然240亿就答应给，还记不记得川普现在就是说，就是奥巴马先前给这个伊朗钱，你就解冻他的钱，然后让他才有这个，我是觉得1分钱不会给，对吧？还记得吗？所以为什么现在都可以调整？其实我认为这里头牵涉到的一方面是这个东西的钱是大家来做一些 trading 一些交换。二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重建计划，我在这4面节目里头已经想说，早先在打的1个礼拜就2月底3月初打，才刚打，其实周边就有很多人已经在看所有波湾国家的重建计划了，油田要修跟等等的，而且大家已经在筹资金，那只是看中国跟美国的意向如何。所以因为背后牵涉到很多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次只要稳定下来，不要说真正签和平协议，你只要这60天。把整个波湾，包括荷姆兹海峡的这些油跟经济跟这些资金，让它流动起来，现实的流动起来，你要再打，其实不是很容易哦。其实，在当中，你只要大家都习惯了，接下来这种油都动了，资本也都流动了，还有这么很 juicy 可口的重建计划，大家可以在波湾大分赃。我觉得这个一旦动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波湾上面就会有一个特别的保护膜，因为大家为了利益。不会轻易动手的。那要知道，这次战争核心就是美国当时在2月底的时候站队跟以色列在一起。波湾本身就其实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乃至跟伊朗之间的斗争。我觉得川普想清楚了这一点，不惜骂纳坦雅胡这么长，他要从里头撤退，他要变成一个可以两方调节的第三方。我认为现在他的战略是这样子的。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